如果拿造高达的技术来造飞机，会是什么样的？经常有人说啊，把高达身上所有的缺点都去掉，那么你将会获得一辆坦克或者一架飞机。也有人说啊，有造高达的技术拿来造飞机不好吗？其实想想也是，高达剧中大多数的飞机坦克对比高达啊，那是有着相当的代差的。而话又说回来，高达剧中真正取代飞机坦克生态位的，其实并不是高达，而是各种或大或小的 MA。那么如果我们硬要把造高达的技术拿来造飞机，会得到什么样的产物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来畅想一下这个话题吧。之前讨论过一期，如果造高达，我们就缺这3项技术，也就是材料、能源以及米氏粒子。话说这期视频啊，也是我首个点击突破100万的视频，还是 B 站、抖音双平台破百哦。那么我们对战斗机的改造，也就先从这方面入手吧。首先是材料，之前的视频有很多人提到了拿高达对比飞机，但我觉得呀，这个不太准确，毕竟高达的装甲厚度肯定是比飞机厚很多的，而且虽然有很多飞机长度达到了18米，但它真正有一定体积的部位，其实啊就中间那一片，再加上飞机为了减重，壳子里边都是尽量减少用料的。大家对比下战斗机的横切图和元祖高达的内构画稿，你就能发现啊，高达里边那是相当实诚的。结合之前说的外甲厚度问题，这种结构跟飞机来比啊，真的是差太多了。毕竟飞机在制造时，除了要考虑强度与重量比，其他比较重要的就是 corrosion resistance, heat resistance, toughness,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以及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等等。现如今的飞机对所谓的抗击打能力可是基本不会考虑的，毕竟以现在的材料学，就算你把装甲弄厚实点，也是扛不住导弹的杀伤力的。高速度与高机动性才是安全的第一指标。可是呢，如果用上高达尼姆合金，那就不一样了。提到高达尼姆合金，高达剧中啊也分很多种，像早期元祖高达身上的月神钛合金，18米高的元祖本体重量只有43吨，而大量使用了精神力改样框架的独角兽，将近22米高的它，本体质量只有23吨。就问你逆天不逆天？当然了啊，还有 WC 那更逆天的高达尼姆合金，16米的飞翼，本体重量只有7.1吨。咱们就别整那么多玄乎的东西吧，就拿最接近战斗机的 Zeta 高达的技术来做战斗机吧。以元祖高达月神钛合金装甲硬度，是可以轻松在扎古120毫米机枪扫射下搓澡的，一般的榴弹炮呢也是可以硬扛下来的。而 Zeta 高达使用的是高达尼姆合金伽马，更轻更结实，那强度与重量比更是当代战斗机无法比拟的。在这种装甲强度下，就不说抗炮弹的情况吧，就是一般的坠落地面，材料肯定也是扛得住的。这么一来啊，驾驶员的心理负担不但会小很多，在适当改造结构以后，战斗机可应用的作战场景啊也就更丰富了。比如为了增加武器的攻击角度，可以考虑给飞机加一个机械臂；为了达到空中急停悬浮的目的，可以考虑把飞机的喷口也做成可动，向多个方向喷。这不就是超时空要塞吗？这样可以极大增加战斗机在定点攻击时的有效攻击时长，有点类似于武装直升机，再也不用往复飞行来对同一目标进行打击了。当然了，这里的机械臂技术也同样使用的是高达的，只不过呢得加一个 NT1 的磁附膜技术，180度姿势变换仅需要0.8秒。这样万一咱们筛选驾驶员时发现了阿姆罗这样的人才，机体的反应速度啊就不会拖累到他们了。而要能做到急停和悬浮，除了要增加喷口数量以及角度调整能力以外，更重要的是喷口的推力。这个就拿 Zeta 高达来说吧，它的总推力为112吨，而本体重量呢只有28.7吨，全备重量啊也只有62吨，也就是说 Z 高达的推重比来到了 1.8。 对比一下 F35 的 0.7 推重比，以及现实中可垂直起飞的大黄蜂战机那 1.0 左右的推重比，是不是相当恐怖了？所以进行急停和悬浮、超音速飞行什么的，对于 Zeta 高达来说，那都是相当轻松的。有人说了，高达为什么会有这么高功率的引擎呢？那当然是因为人家使用了可控核聚变反应炉啊，而且还是小型化的哦。具体技术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这里就不赘述了。当然，可能还会有人好奇，现在都超视距打击了，干嘛还要搞什么悬停攻击啊、机械臂啊什么的？直接导弹制导不就好了吗？这里就要说一下米氏粒子了。高达的可控核聚变炉其实啊就是米诺夫斯基反应炉，而米氏粒子是在氦三反应过程中，也就是核聚变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啊，米氏炉本身就有着创造米氏粒子的能力。那么假如在开战前使用米氏炉先创造并散布足够浓度的米氏粒子，那远程制导手段也将一起失效，而在米氏粒子中行动的战斗机也将无法被雷达锁定，达成隐身战机的效果。这时呢，自然就有视距内战斗的需求了。那么武器的选择当然是首推高弹速、高杀伤力的光束枪，也就是小型的 Mega 粒子炮了。具体 Mega 粒子武器的原理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的视频啊。这种武器别说拿来打飞机了，就是打坦克、打
大军事基地，那都是轻松烧穿，再配个光束军刀一刀下去，航母都给你劈成2半。而就算是市区内作战遇到敌人的防空火力，以现在那些高射炮威力，高达尼姆合金也是轻松能扛下的。唯一有威胁的可能就是光学制导武器了，这个的话，高达宇宙也有成熟的伪装气球技术。此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相关技术，比如高达驾驶舱的抗 G 力技术，比如机械臂控制系统等等，咱们就不细说了。总结下来啊，用高达技术来造战斗机，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能扛榴弹炮、不怕坠机、支持超时空要塞 G 形态、能急停、悬停、垂直起降，并轻松超音速飞行，拥有核聚变炉，进行米氏粒子散布，并在散布区域隐身作战，还能打光束枪，轻松烧穿坦克装甲的战斗机了。请问这么一架战斗机在当代军事作战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哦。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为啥不把高达的技术拿来造飞机坦克呢？这个问题啊，问的人特别多，也确实切入角度很好。一般的人被问到了，可能还真的就直接行法国军礼了。不过 UP 我啊，可不是一般人，我可是能把设定讲得跟真事儿似的口胡高手啊！就算口胡不过，我还有最终杀器。ガンダムのことそんな分かってなくていいですからね。今天接着我们来聊聊高达宇宙中的那些非 MS 兵器吧。首先一定要纠正大家的一个错误认知，那就是高达世界中的非 MS 武器好像非常弱，甚至现实世界中的武器啊都不如一样。其实高达宇宙中的常规兵器也是个顶个的逆天。就拿吉翁在1年战争初期使用的马杰拉坦克来说，确切的说是战车哈，这玩意儿底盘跟坦克很像，顶部却高高的立着一个炮台，炮台主炮口径175毫米。175毫米，炮塔还这么高，备弹30发，紧急时刻还可以将顶部突击炮分离，并进行短暂制空，实战中可以用来躲避火炮，或者利用高度优势来攻击对手，挺有创意的吧？不过缺点啊，就是分离后车底火力欠佳，一旦被击破，突击炮也没了落脚点，燃料耗尽后就只能当伏地魔了。联邦在1年战争初期用的是61式坦克，主武器为双连发155毫米滑膛炮，155毫米，它还双连发。虽然这些武器在 MS 主宰的战场上都是背景板的角色，可是在一些旁支系列作品中，他们还是当过主角的。总体战力来说啊，肯定是不如 MS， 但它突出一个便宜、量大，战斗力也没那么弱，多台坦克做好配合也是能击坠 MS 的。像 UC 宇宙中的王牌坦克手也是驾驶着61式坦克击坠过7台 MS，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我们之所以很少看到这些常规武器的发挥，主要是大多数高达剧的主角就像游戏里的电竞高手一样，打的都是高端局，咱们看的呀也都是高端局。可如果你去低级房一看，站着不动被塔打死的都有。这里空一个游戏广告位啊，望厂商爸爸们周知哈。说完了常规武器的表现，再说说与 MS 技术相关的。首先最典型的自然就是核心战机了，咱就不说它的武装水平吧，就这个流畅的空中变形机构就已经很 fantasy 了。不过由于 UC 宇宙有米氏粒子的存在，使得雷达普遍失效，因此剧中的这些战斗机打起来啊，还是2战战斗机的狗斗思路，给人一种他们好像很弱的样子而已。其次，高达战争的主战场永远是太空，而在太空中呢，像是铁球、铁桶这样的武器已经霸占了非 MS 武器的生态位了，你把它们看作 UC 宇宙的飞机坦克也不是不可以。而在非主战场的情况下，杂兵们开着这些兵器打起来也是热血沸腾的，并不是没了 MS 这仗就没法打了，正相反，大多数时候战场反而就是由这些背景板组成的。另外呢，在高达世界中，由于 MS 是横空出世的一种产物，与同时代的其他兵器有着巨大的代差，因此高达剧中的开发逻辑是这样的，你就算把 MS 的装甲、火炮给了常规兵器，他们也提升不了太多，反而是少了机械臂、动作系统以及反应炉以后，战场效果还不如继续开发 MS 或研发其他新型作战武器。所以等于是直接军事设备来了一个集体大跳级，抛弃升级传统武器，而是直接造出了 MA。 是不是用这个思路一想，就瞬间豁然开朗了？大家心心念的把 MS 技术下放到常规兵器上的结果，就是剧中出现的这些 MA。 比如说坦克，既然 MS 是巨大的人形兵器，那把它看作步兵的话，打步兵最好的武器自然就是坦克或者战车，所以剧中那些陆上堡垒不就出现了吗？他们按比例来说啊，就是高达们的坦克和战车。而你想要更高的火力、更高的飞行速度，就要塞下更大的炉子以及更非人的外观，那就是剧中常见的各种 BOSS 级 MA 了呀。说完 UC， 我们再拿与 UC 相似的 SID 来举例。宇宙战场的零式战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一点都不低端吧？这就是联合那边把传统武器一步步升级以后得到的划时代产物，只不过太难用，反而战场的综合表现还不如 MS 了。另外，知道为啥扎夫特要造巴库吗？就是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中，当金恩来到地球上时，被部分地区的王牌坦克部队给打成筛子了，所以才开发出了巴库这种陆战专用机体，才扭转了战局。所以总结来说啊，
一个是高达宇宙的常规兵器本来就不弱，只不过在剧中的主战场上，由于高端 MS 数量太多，导致他们好像不堪一击一样。放到局部战场上，他们甚至是能靠数量和经验跨级杀 MS 的。另一个是高达宇宙的科技研发水平很逆天，所以他们直接造 MA， 而不是选择给旧时代的兵器打过多的补丁。括弧有的传统部队啥的啊，也是会打补丁的，但不会是针对 MS 战，而是其他作战任务。回括弧。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以当今的科技水平，能造出一台什么样的高达？昨天咱们畅想了一下，把所有高达世界科技打通，能组合出一台什么样的高达？有的小伙伴说了，别整那些虚无缥缈的，你就说以当今咱们人类的科技水平，能造一台什么样的高达吧？问得好。今天啊，咱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在造高达之前，咱们先要想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的高达造出来是要应用于什么场景的。首先看看陆战，造一台用于陆战的高达，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材料和操作系统。材料方面，咱们就拿元祖高达来说吧，使用了月神钛合金，头顶高度18米，全备重量为60吨。给大家对比一下啊，美国 M1A1 主战坦克车体长8米左右，重量也是60吨左右，能感觉到高达有多轻了吧？这还不是逆天的，比如全高19.7米的独角兽，本体重量只有23.7吨，全备重量也才42.7吨。不得不说 UC 科技是真逆天了。而如果把高达躯干看成一个小坦克的底盘，你会发现啊，背包刚好可以视为坦克的炮塔，也就是说啊，光本体这个小坦克可能就已经相当于当今40-50吨的坦克了，四肢和头部的重量啊都不用算了。最可怕的是，这种材料还能支撑高达走路、跑步，甚至是跳跃的动作，这关节承重水平简直是难以想象。而且你再想一想啊，这么高的一块大铁坨坨，操作系统还要保证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并稳定重心，好像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就别提着弹面积这些实用层面上的事儿了，就光是造一个能独自站立并执行大幅度跑跳运动的18米机器人，这就已经是天方夜谭了。所以以现在的科技术，陆战用的高达还是别想了。那么水战呢？高达在水中作战基本就已经是个笑话了，因为水的阻力非常大，想要高速移动，对外形的要求就很高了。所以就算是高达作品中，也基本会创作流线型的水用 MS， 就算让高达下水，也得是有可变形机构的才实用一些。但一提到变形，那对材料和相关技术的要求就更高了，不如直接造潜水艇了。所以水战也别想了。那么空战呢？其实咱们刚才一直还都没讨论高达动力的来源呢。大多数高达作品中的动力炉都是核聚变炉，就算是 C 的那种裂变炉，那能源转换效率也是黑科技级别的，咱们就别提研究了，就连核炉小型化问题都没法解决。那你说就搞电池机吧，看看咱们现在那些冬天掉电飞快的新能源汽车，咱还是死了一条心吧所以想在空中飞行还是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装上大型的推进器，灌满燃油，然后在天上当窜天猴。在推进系统和能源系统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那还是不如飞机好使。最后就只有一个去处了，那就是宇宙里了。毕竟高达设计之初就是用来宇宙战的，宇宙战争的机器也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没有了重力的束缚，关节方面的压力也会小很多。而且虽然咱们完成不了核炉的小型化，但咱们可以完成 MS 大型化呀，造一个100来米大块头就能用上现代科技的核技术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考虑外形了。由于太空中不存在什么空气动力学，而且形状越趋于对称越容易掌握姿态，以免陷入在太空中转圈圈的情况，所以腿最好是别装，毕竟咱们可研究不出什么 AMBAC 系统。那么为了对称，既然腿没了，头也就不能要了，直接装一些摄像头就可以了。机械臂的话还是可以保留的，毕竟可以适配不同的武器，还能进行太空作业。最后再给头顶上装一个无后坐力的主武器，就可以完成太空作战的基本需求了。所以咱们现在如果要造高达的话，就委曲求全下，做个直径100来米的铁球吧，这才是现代科学下的版本答案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如果我们要造一台高达，其实就只差这3项技术，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那种18米的巨型机器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造出来你还别不信，但你也别太自信，因为听完这3项关键技术是啥，你就会明白，技术不在多，而在于壁垒足够高。首先是第一个技术，材料，咱们就不说高达尼姆合金或是 C 的中 PS 装甲什么的了就是扎古2所用的超高张力钢，它也是能让这个17.5米的巨人本体净重只有58吨，全备重量也才73吨呢。咱们横向对比一下现代科技树下的航空用钛合金，它的密度是 4.5 吨每立方米，而众所周知，高达系列中大多数人形机体都是按照普通成年人的身体比例来画的。那么身高 17.5 米的成年人，他的肩宽约5米，胸厚约 2.5 米，体积等于长乘以宽乘以高的话，就是218.75立方米。
当然了，这是按照人类最宽的地方算出的一个长方形体积，实际上人类是一个不规则图形。我这个学渣就不细算了，直接打个8折，按175立方米来算，再加上扎古也不是实心的，咱们再打个7折，也就是122.5立方米来算。如果扎古2使用的是咱们的航空钛合金，根据公式，质量等于密度乘以体积，那它的本体重量将达到551.25吨，几乎是超高张力钢的10倍。顺带一提，这么算下来，超高张力钢的密度也只有航空钛合金的1/10，就是差不多0.45吨每立方米，而水的密度是1吨每立方米，它确实是能在水上畅游无阻的。难怪吉翁要专门开发水用 MS， 因为想要让 MS 潜水，那必须得设计进水装置啥的，才能让它沉得下去啊。之前还有人说，按照重量来算，扎古2简直是塑料做的。我查了一下啊，最轻的塑料也就是聚丙烯，它的密度是0.93吨每立方米。超高张力钢只有聚丙烯1半的密度啊，你就说逆天不逆天吧。而这么轻的材料，在动画中不但可以当关节，承受本体激烈运动下所带来的高压力，甚至呢还能承受各种撞击以及爆炸冲击波和超高温。你就说这种材料，咱们要是真的能够发明出来，自由进出大气圈的梦想，那是不是分分秒就实现了？说到火箭升空啊，那咱们就不得不提一提造高达所需要的第2个关键技术，也就是能源技术了。像以 UC 宇宙为代表的高达，使用的都是核聚变动力。嗨，别说高达了，扎古都是核聚变的。其实，在现实中，核聚变相关的理论早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可是我们就是造不出来，为什么呢？这方面啊，我不是很专业，粗略查了一下，主要是有以下几点。首先呢，还是材料问题。为了满足核聚变的要求，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承受上亿度高温，并且能够抗高压的材料。就光这一项啊，就卡死了核聚变理论的应用化研究了。第二呢，是等离子体约束。为了防止等离子体与容器壁接触而导致的能量损失和材料破坏，我们需要磁场或其他什么手段来约束等离子体的运动。第三是能量平衡与自持燃烧。简单来说啊，就是需要核聚变反应本身产生的高能粒子能够持续加热等离子体，保持反应的自我维持。到目前啊，我们还做不到。最后还有一些工程技术难题，以及经济可行性和安全性问题。这些问题呢，都要一一解决之后，我们才有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真正的核聚变反应应用。而 UC 宇宙则不同了，他们不但能使用可控核聚变，甚至还完成了可控核聚变的小型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米氏粒子。其实啊，我本来不想这么早说它的，但没办法，因为这一块绕不开米氏粒子，以及根据其技术所制造的 M 炉，也就是米诺夫斯基反应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需要一种能够约束等离子体的力场，在 UC 宇宙中啊，就是由米氏粒子产生的爱力场。同时呢，米氏粒子的超结晶体可以形成拟铯原子，降低核聚变临界状态所需要的温度，只不过还是超高温。这里呢，又需要爱力场约束加真空隔热加高性能导体吸收集中在热核反应堆中的废热来解决温度问题了。而这里呢，也有个细节，按照设定来说啊， MS 在战斗时，机体表面会发热至数百度，每次回母舰呢都需要内部冷却。不过这一点设定出处相对比较偏，动画中啊也显然没有按这方面来体现就是了。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很多人好奇啊 UC 宇宙的核聚变到底是不是烧热水？从设定上来说呢， UC 纪元已经发明了能够直接从 M 炉转化能量的手段，原理是米氏粒子热核反应堆本身利用爱力场超晶格将能量转化为电能。可是 MS 除了武器和中控装置等是使用电能的，其他地方需要的其实是更加直接的动能。对此 M 炉可以直接将产生的能量传送给脉冲转换器，产生脉冲压力之后，直接通过动力管传递给四肢，传递速度为音速，最后呢通过四肢内的旋转气缸使四肢动起来。这便是 MS 四肢驱动的原理，是不是跟大家想象中的简单的电驱相差甚远？说到电驱啊，咱们稍微提一嘴 SEED 和00，一个是黑科技电池技术，一个是黑科技太阳能技术。说实话啊，感觉比核聚变更加玄乎。以咱们这冬天电车直接开摆的技术，就别想那么多了啊。那么刚才米氏粒子讲了这么多，也该讲讲我们缺的第3项技术了，也就是米氏粒子本身。它是 MS 这一战争兵器之所以会成为人形的根本原因。就像很多人好奇的，你高达造的再高科技，我一个远程打击，你连我面都见不到就挂了，又有啥用呢？而米氏粒子的存在，就是使得绝大多数的制导型的超视距打击无效的根本原因。它可以使传统的雷达、卫星制导无效，在随后的各种补丁中呢，甚至长距离的激光制导等手段也无效了。说白了啊，咱们科技的发展
苦哈哈的研究一种新的制导技术，人家设定集里边只是加一句词儿的事儿就可以无效了。所以啊，还是别跟这帮写设定的人抬杠了，反正就是一切远程制导全都失效了。在此前提下，在有了前面提到的材料科学以及能源的支持下，就有了可实战的人形兵器了。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啊，在 UC 和 C 的这样传统的高达世界观中，是先有了人形机甲，后有了人形兵器。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明白哈，也就是说，人家本来就有着活动自如的人形工程机械，在实验中发现，他们的实战水平啊也很突出，才研发了战争用的人形兵器，而不是说他们想直接研制人形兵器，然后从零制造，相当于是在一种成熟的技术基础之上研发出军事能力。这个差别和当今科技现状差距还是很大的。另外呢，米氏粒子除了提供了市区内作战的条件以及完成核炉的小型化，它还可以当做粒子武器，也就是剧中常见的光束枪打出去的那个东西啊，即高浓缩后的米氏粒子、Mega 粒子，以及能够拘束粒子的艾利场，并衍生出来的米氏粒子漂浮、飞行、推进技术。这个我在之前高达为什么能飞的视频中讲过，感兴趣的可以翻一翻。最后呢，米氏粒子还是一种通信媒介，只不过呢，仅限于新人类和强化人这类脑电波较强的人使用，也就是剧中常见的浮游炮操控原理。这个也是之前做视频讲过。以上呢，就是我们造高达所需要的3大关键技术了。材料方面过于科幻，能源方面过于超前，米氏粒子则过于玄幻。虽然技术不多，但每一个都是咱们现阶段无法触及的存在。更何况，就像大家说的，高达这玩意儿造出来啊，也没有飞机坦克好使，咱们随便歪歪一下就算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 C 中的高达为啥刀枪不入？事先说明啊，这里的刀指的是实体刀，枪也指的是实体弹药。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啊，因为 PS 装甲呗。可是 PS 装甲是如何运作的呢？它除了扛实弹、耗电快，还有什么别的优缺点吗？今天啊，就让我们来好好聊聊 PS 装甲吧。PS 装甲即相转移装甲，是由奥布宇宙殖民卫星中的赫里奥波利斯工程学院提出的，由大西洋联邦的技术军官马流主导研发的。什么是相转移呢？举个简单易懂的例子啊，比如说水是物质 H2O 的一个相，冰则是该物质的另一个相，由冰转化为水，或者由水转化为冰，都是相转移。而当物质从低位相，也就是粒子中的冰，向高位相转移，也就是粒子中的水，转移时需要吸收能量，这就是 PS 装甲的基础原理。而 PS 装甲本身呢，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金属材料，如果给该金属通上高压电，电场就会改变该金属的微观结构，形成了低相位状态，也就是刚才举例中的冰。此时如果受到物理攻击，该材料就开始向高位相转化，而转化的过程会吸收大量的能量，同时还会利用该金属的超导性以及启动后的振动频率，进一步将受到的物理攻击散布、稀释，从而达到一种物理攻击几乎免疫的状态。这就是 PS 装甲的工作原理了。那么这个 PS 装甲到底有多硬呢？从剧中的表现，能无视常规 MS 的实体弹、重斩刀等武器的攻击不说，就连穿甲弹和磁轨炮都无法破它的防。设定集里边有一个专门的描写，用炸药桶点火的可以轻易破坏常规装甲的爆栓钳，需要在电力充足的 PS 装甲上全力进行20到30次攻击，才能突破该装甲的承受上限，从而将其粉碎。而在强袭高达那块电池的支持下， PS 装甲也能够承受76发常规弹头的攻击，才会将电耗干。不过这也是理论数值啊，实际战场上，这个电池包除了要给 PS 装甲供电，还要给光束枪、光束剑、电推进器等供电，想接下76发实弹很难的啦。话说设定集中还有这段描述，就是 PS 装甲不但抗冲击、耐高温，甚至柔韧性还很好。哦，难道这是试图解释剧中出现的皮套腰呢？问题是这也太柔了吧。最后 PS 装甲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颜色固定，一旦出厂设置好颜色（括弧该颜色在设定好以后很难更改）回括弧，通电即可显色，无需整备班单独维护，所以 PS 装甲在整备班那边还是好评如潮的。说到颜色，这里正好也科普一下 PS 装甲与 VPS 装甲的区别。我之前做视频时就发现好多人以为 VPS 是威力加强版的 PS 装甲，这其实是一个错误认知。VPS 装甲是预设了各种耗能模式来应对不同的作战需要，也就是说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而已，是在电池技术制约下的讨巧行为。而单论性能，同功率下的 VPS 装甲与 PS 装甲是相同的，你得明白。
根据设定集里边说的 ，VPS 装甲雏形其实可以追溯到嫣红枪袭，这也是为什么吉拉开着嫣红枪袭去找拉克斯时，颜色能调整为吉拉枪袭的经典配色。另外 ，PS 装甲也拥有超频模式，该模式下装甲会进行过载保护，同时呢会发出光辉来释放多余的能量。不知这个小细节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呢？还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传言，就是 PS 装甲与反光束涂层不兼容。其实像迅雷高达的弓盾套装、深渊高达的龟壳甲，都是涂了反光束涂层的 PS 装甲。后续的设定中呢，也有提到脉冲的盾牌也是 VPS 装甲。此时又有小伙伴问了，那既然二者可以兼容，为啥不把反光束涂层涂满全身，来达到更好的防御效果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首先反光束涂层造价就不便宜，材料也相对稀缺，能给精英机体的盾都涂上就不错了。而且这东西维护难度也很高，就像现代战争中5代机的涂层，整备班拾到起来那这是一个头两个大。另一个问题呢，就是 PS 装甲在开发之初，主战场还是以实弹武器为主，而就算到了后期，在战场上真正高密度的火力网，也都是由实弹为主而组成的。毕竟实弹武器造价低廉，攻击频率也很高，这一点是光束武器很难取代的，不是人人都能像强袭自由那样单击就能实现火力压制的。所以在实弹武器如此多的情况下，全身反光束涂层反而是有点鸡肋，大多数时候还没等反光束呢，就让榴弹把涂层给刮失效了。说到这儿了，就再来说说 PS 装甲的缺点。一个是耗电，这个不用多说了距离体现的非常明确了。另一个就是对光束武器没有太高的防御能力。注意我的用词是没有太高的防御能力，并不是不能防。像创世纪那种超大型的 PS 装甲，甚至连洋电子炮都能防。之所以会给大家一种 PS 装甲怕光束武器的感觉，只不过是 MS 的 PS 装甲太单薄，而且电力供应也不够罢了。最后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 PS 装甲无法与幻象粒子胶体共用，所以迅雷开启海市蜃楼时需要把 PS 装甲关掉。这里再顺带提一嘴 TP 装甲吧，它的原理其实是把 PS 装甲埋在常规装甲内，当外侧装甲受到攻击时，触发内部的 PS 装甲供电来实现防御的，也是一种为了省电而研发出来的装甲。而至于 PS 装甲的量产，则是因为工艺复杂、原材料稀缺等问题，一直无法大规模量产。这也是为什么 C 的宇宙的实弹武器一直能有用武之地的原因之一。杂兵之间，实弹还是很实用的。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多多的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你们觉得哪个国家会最先造出高达？其实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有没有能力造，以及愿不愿意造。这两个问题筛选下来，答案自然也就浮出水面了。事先声明本期视频纯属娱乐，大家看个乐呵就行。要造高达，得先说有没有能力造。要知道，在高达最传统的 UC 宇宙中，出现高达这种人形兵器有2个前置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人类把战火带到了宇宙，而机动战士是为了在宇宙中战斗才诞生的。为什么要有手和腿呢？用高达设定集中的解释就是Control 即动态质量自动平衡控制，简称 AMBAC。 该技术使太空中的人形兵器在无需推进器辅助治愈的情况下，只靠4肢就能完成姿态控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猫咪从空中摔落时，依靠自身的扭力就能让4肢先着地的这个能力就行。第二个条件是米诺夫斯基博士在研究核聚变时，发现了一种氦3反应过程中产生的神奇粒子，即米诺夫斯基粒子，简称米氏粒子。在该粒子高浓度散布的空间中，雷达等侦测手段将失效，进而使得远程制导武器无用武之地，世局内战斗的能力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了，这些设定解释下来肯定还是有不少漏洞。咱们既然讨论这个，就先假设它是完全正确的，并加入到现实中，翻译一下就是：首先，战场在宇宙中，那造高达的国家至少就要有独立发射卫星的能力吧。光这一项就淘汰了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了，剩下的也就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印度、以色列、伊朗和朝鲜了。朝鲜那个在国际认可上还有争议，咱们就提嘴意思意思有了独立发射卫星的能力，接下来就要看经济实力了。毕竟经济不行了，也没法支撑高达这种庞大的研发费用吧。咱们看看2023年世界 GDP 排名有能力发射卫星的国家中，也就美国、中国、日本、印度、英国、法国排在前10了。大俄都调出10名开外了。不过大俄就算造估计也是造一堆皮实耐用的铁球，主打一个实用主义。接下来咱们就要聊聊下一个议题了，愿不愿意造高达。首先说英法美这仨标准的欧美国家，对于他们来说，受到星球大战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有技术肯定是往星球大战那种宇宙飞船发展，
就算浪漫如法国，有那么一点儿对机器人的向往，那肯定也是造古莲泰莎呀，毕竟那才是人家的国民机器人作品。然后说中国，咱们中国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喜欢找 bug， 一旦找到了就玩命钻的那种。如果真的有了米氏粒子这种东西，咱们肯定是要反向研究，到底什么才能在米氏粒子散布的情况下，能进行有效的火力覆盖，能用5个亿的炮弹砸掉你价值10个亿的高达，就绝对不会去研发10亿的高达。接下来是日本，那可是重头戏了啊！人家有资金，有技术力，还有中二之魂，怎么想都是最有可能研发高达的国家了吧？可是呢，他身上战败国的标签还撕不下来呢，谁能允许他研发高端武器呢？不管你这玩意儿实用不实用，首先来说你压根就不能造。不过虽然不能造身为兵器的高达，但是造机动工兵还是可以的，这一点很重要啊，一会儿再说。这么多国家算下来，那就只剩下一个国家了。只见三哥邪魅一笑，没错，正是在下。咱就不说三哥的人口还在增长，经济实力在未来绝对是不容小觑的。就说三哥研究科研那股劲儿和脑回路，那就不是一般国家能比的。人家一个阿琼坦克就研发了40多年，被三哥定义为4代机的光辉战机，也是研发了30年起步吧。抬头一看，5代机都满天飞了，就这埋头苦干的科研精神，日本人来了都得称赞一句，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啊，简直是研发先人。而从愿不愿意研发高达这一点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包装的问题。你跟三哥说高达，他可能不感兴趣，但你要跟他们说高达造出来就如同梵天亲临，湿婆附体，毗湿奴在世，到时候全世界人民一抬头就能看见太空中伟大的印度神灵大发神威，再把日本那边的机动工兵卖过去，说这就是技术规格样本，就差点武器就能运用于实战了。那三哥肯定会再次迸发出那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科研精神，投身于为高达赋予神格的研究中。说不定还真就造出来了。虽然可能造完了一抬头，别的国家都开始星际旅行了哈。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